这个东西呢，我真的觉得实用到每个人都应该买一颗。那不管你是要上台报告、介绍产品、展示东西、展场啊、业务、学生、老师、教授，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超级实用的神器。那像你有没有遇过这种状况？可能你要到客户的公司开会，或者要上台报告，那你进了会议室之后，那你可能需要投影啊，连接你电脑或是平板的资讯到别人荧幕上，结果可能接头不对，或是任何理由它突然接不上，显示不出来，不相容。那你想连 WiFi 不给连，有公司的内网，还有 AirPlay 一直转圈圈，然后让你当下紧张到冒汗。那这两颗 Casemate 4K 的行动投影组，你一边接上你的装置，可以是你的笔电、平板、你的手机，那另一边直接接上任何的荧幕，不用任何额外的设定，随插即用，直接开始投影。黑到总结，那我们今天要来介绍一个我觉得超级实用的产品。那首先我们就先来开箱啦。那这个产品就叫做 OnCollect Casemate 4K， 它是无线的 USB-C 到 HDMI 的组合。大家可以看到，你打开之后，它里面呢，首先就会看到它有2颗哦，这个有点像是随身碟，或比随身碟稍微大一点。那一边呢，上面的接头是 USB Type-C， 那另一边上面的接头是 HDMI。Type-C 的这个呢，它就是发射端，然后 HDMI 这个就是接收端。然后你再看下去，里面还有其他的配备。那这边先有一张小卡，那 QR code 你可以去看它的使用说明书，或者是你去注册你的产品都可以。然后呢，在里面这边底部还有其他的东西，打开来你就会看到，它其实这边也有标示啦，上面有4个不同的线材。那首先它有附送这2条 USB Type A 到 C 的这个电源供给线。那另外呢，延长线的部分是在 HDMI 公道母的这边，那另外一个 USB Type C 的公道母的这边也有1条，它总共有附4个不同的线材。那我们等等会解释用途，所以整体你需要的配备就是这些线之外呢，那还有这2个小 dongles。那当然，我觉得如果它里面可以附个小收纳袋，让你平常带出去使用收纳的话，可能会更方便一点。但或者是你可以直接用这盒装，毕竟它盒子也不大。那首先先来讲这个传送端的 dongle， 那这个是前后都有 USB-C 的口的这一块。那它支援的装置非常的广，像是 Windows 的电脑笔电，然后 Mac 的电脑笔电，那 USB-C 口的 iPhone、USB-C 口的 iPad， 那甚至 Android 手机啊，新一点现在也都全都是 Type-C 的口。那基本上比较近代的装置也全都支援。那最高解析度可以到 4K 30Hz， 低于100毫秒的延迟。然后如果供电的话，它只需要 4.5 瓦左右的电力啊。但是因为这一头是 Type-C 端，我们目前所接上所有的装置都不用再另外插这个 Type-C 额外供电，因为它就可以直接从它的装置端取电。那我们来看另外一颗哦，这个接收端它就是 HDMI 的，在上面的这个口，那它底部也有一个 Type-C 的供电口，这边呢上面支援 HDMI 2.0， 那 4K 解析度60Hz， 那这2个传送距离最远可以到30公尺左右，但也要看现场的状况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干扰。好，那我们现在就来教学使用的部分。那我甚至有点不好意思说是教学，因为它使用起来真的是太简单。但其实这是好事，因为这种装置本来就应该随插即用，不需要用太多脑。那首先呢，我们就先把 Type-C 这个来接上我的 Mac。那如果你的 Mac 旁边的 Type-C 口有其他的 Type-C 口需要使用啊，或者其他的接口你需要使用，你怕会挡到的话，那它里面其实有附这个 USB Type-C 的延长线哦，那你就可以这一端去接上你的这个 dongle 的装置，然后另一端接上你的电脑，所以这边想的蛮周全的。插上去之后，你就会看到这个装置上面有一个小红灯会开始亮起，那这边你就先不用理它。那再来在你的接收端，就可能在你的投影机、你的荧幕、你的电视，只要有 HDMI 的口，它都可以插进去。那一样啊，如果你觉得说它距离旁边的这个洞口有点太近，或者旁边可能会挡到其他的接口的话，它这边也直接附给你。好，这样一个延长线的一个端子，那你就可以这样插上去之后，再用这一端去插到你的显示器，这个部分就不会供电嘛，所以你就必须要再接上它里面附送给你的这个延长线，那就把它插到这个 Type-C 的口这边。那另一边，通常现在我们基本上办公室所有的荧幕，那甚至是可能显示架或者现在的电视投影机，可能旁边都会有一个 USB-C 可以供电的口，那你就把这个插到那个部分，那它就可以直接帮它供电。那甚至如果你找不到这个口的话，你要用行动电源什么补一下电，或者那种简单的可以插上豆腐头，基本上都可以。好，那这2端都插上之后，你就会看到上面的这个灯号开始闪烁，那它会从红灯转变成闪烁的蓝灯。当它闪烁这个蓝灯之后，就代表这2个 dongle 已经连线上。那这种时候呢，你在你的显示器端也记得选到对的输入源，那你就会看到这个画面。那当你看到这个画面，同时你在发射端上面的蓝色灯也开始闪烁的时候，你就只要做一件事，就是按下发射端的那个按钮，按一下，那你就会马上看到你发射端的装置的画面已经传送过去了，就是那么简单。OK， 那下个部分呢，因为我们现在是用 Mac 来示范嘛，那我们这边就可以直接传输过去。那这边你马上在设定里面就可以去选说它要怎么传送。那我们这边教你到设定的里面呢，你在 Mac 的画面点下苹果这个 logo， 然后下面有一个系统设定的选项，点进去呢，你再看到显示器的选
项，上面就可以看到2个显示器。现在除了内建显示器，还有 Casemate 4K 的显示器。那这边你可以先点选 Casemate 4K 这个部分就按一下，那你就可以看到下面有不一样的这个解析度可以让你选择。那 Mac 的预设啦，它就是5种。那你选到最高的呢，它就会变成是 4K 的这个解析度。那你可以直接点下 4K， 如果那个是你想要显示的画面。确定完你要解析度之后呢，你可以先回到排列的地方。那排列这边就看你说你这个延伸萤幕想要把它放在你这个主画面的上方或者下方，那甚至是想要把主画面延伸到这个延伸的萤幕，在这边也都可以设定。那这边在下面有一个作为的一个选项，你可以选择投射出去的画面的这个萤幕当成主要显示器、延伸的显示器，或是内建的显示器的镜像输出。那我自己的建议啊，你通常在外面可能要做这些介绍、演讲或者简报的时候，我会觉得还是把主要的画面操作画面留在自己的笔电上面，额外接的这个萤幕就把它当成一个延伸的萤幕。那这种时候观众也不会看到你的影视啊，或是看到你的所有设定的过程。那大致上这样就结束了，就非常的简单，是非常厉害。我觉得很实用，就是我这中间没有任何的传输线材，我的桌面就是干干净净。今天不管我在讲台桌上，或者是我在家里在饭店要做这个延伸萤幕的时候，我就不用再接一条长长的线去做这个投射。那再来我们来测试一下传输距离。那我们直接把延伸显示器的解析度设定在 4K。那以距离来说啊，一般的会场你离那个装置应该顶多5公尺、10公尺。那如果是展场的话，有的时候他们其实你的装置、你的投影机可能就摆在你的电脑的旁边，所以这种时候可能大概1-2公尺远。那我们办公室我们测试2个最长的对角，在我们一个开放的空间里面，应该大约有10几公尺。即使离那么远的距离，我跑到最角落，那它的传输的画面还是非常的顺畅。那我们测试播影片，它都还是可以正常的播放。那唯一会有断掉，就是我如果进到房间，那它中间有一个这个钢筋水泥墙去阻挡的话，那这种时候就会断讯。那这样也合理啦。那我们一般在正常的开放空间应该不会碰到这样的状况。那再我们来测试这个画面的表现，我们就直接打开一个影片。那我们在播放的选项上面也直接设定成 4K， 因为我们荧幕也是设定成 4K。那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整个画面的表现，我觉得它还是非常的细致，显示非常清楚，那色调也是非常的好看。好，那我们播放到那么高的画质，传送 4K 的这种画质，很多人可能会担心延迟的问题。那我们这边就来看这个测试播放的影片啦。那我们声音一样有打开，让大家听听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声音和影像差距的表现。好，那这样16张，如果你觉得还不够的话呢，你也可以请它继续生成另外16张，你就直接在输入栏这边输入，然后呢，请它继续。那他们标示也是有大约低于100毫秒的延迟。那其实你非常仔细去看嘴型的话，好像有稍微那么一点点的延迟，但我个人觉得这个表现上是可以接受的。那你要再更明显看出延迟的部分，可能就是你在鼠标在上面滑动的时候。但这个部分啊，因为它的输出端我们这边就是最高到30帧嘛，所以对比我们现在笔电上面120帧来讲，可能你难免会看到一点差异。但以实际来说，我觉得这样的投影装置它真正的用途应该就是你今天在播简报，我们在介绍产品，它应该都是一页一页式的。那即使在这个简报里面，有时候你要穿插一些影片要介绍这个产品、介绍这个东西的时候，大家看到刚刚影像的播放还是非常的顺畅。所以我个人觉得，在它的用途里面啊，甚至你今天要当成一个延伸荧幕来使用它，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那再讲到一个大重点，很多人现在外出，可能他在做简报或是他要介绍产品的时候，他不一定习惯带的是笔电，他可能习惯带的是 iPad 或是平板。那我们也一样，我们来测试一下 iPad 上面的表现。那一样非常简单，我们直接用这个发射器端把它接上我们的 iPad。那记得要先解锁 iPad。那你一接上去，你就看到荧幕上面直接就有显示一个外接显示器的通知。那这种时候你就点下那个通知，它就会直接把你跳到设定的画面里面。那这个是 iPadOS 里面原厂的设定，这边就让你调整它荧幕的显示啊，它的排列，那是它的亮度这些显示。那这种时候你可以看到它的 dongle 上面的蓝灯已经开始闪，那你就按一下，那它的画面就传输过去。那你一样再点进去设定里面之后，你可以看到你要选择要镜像输出啊，或者延伸显示器。那每个显示器的设定跟排列方式都在这边可以自己做设定，所以整个就是非常无脑的使用，即使是用 iPad 也是一样。那重点了，这个也是无线。那再我们来测试一下手机哦。那可能 iPhone 跟 Android 我们都一起来测试看看。那现在是从 iPhone 15开始，它底部的接口就已经换成 USB Type-C， 所以15以后的所有机型基本上也都支援直接插上去就输出的方式。大家可以看到也是非常无脑，跟刚刚一样，你解锁你的 iPhone 插上去，灯开始闪蓝色之后，你按一下它就直接镜像输出。然后在 Android 上面，我们同样也测试了 Samsung 的 S 系列，那甚至到 Google Pixel 系列，那甚至到 X300 Pro
Pro 都是一样，直接插上去，你解锁就可以开始使用镜像输出。你看，所有的装置都支援，真的超级好用。那所以这样的装置，我为什么推荐很多人都可以购买？因为我觉得就是在它的方便性。那你可以是很依赖你笔电工作的工作者学生或是老师。那基本上你到任何地方，如果你想要轻松的连接上他们的显示器，开始简报，都可以无痛的使用。那像我们刚刚讲的嘛，现在可能很多业务啊，或者很多人在介绍一些东西的时候，可能是直接带他的平板出去。但你 iPad 买再大，它也就是13寸而已。那对比现在你去别人家里，电视可能随便都是40寸、50寸起跳。那你接到客户那边要给他们看得更清楚的时候，直接把它传送到客户的电视上就好了。那甚至如果你今天要更轻便，你要把你的简报啊、介绍这些档案图档都存在你的手机里面的话，那你只要随身带着手机，档案确定在里面，可能也可以存在云端里面。然后你只要接上这个 Casemate， 就可以直接快速无线的传到大荧幕上面。那其实我们用这个产品的几个星期，我们也测试很多不同的装置，不同的 iPad、不同的 Mac、不同的手机，那连接到不同的荧幕上面。那重点就是它使用起来真的是超级稳定，从来没有在任何不一样的装置需要做任何额外的设定，都是插上去灯亮，按下去它就开始传送。那你也不用下载额外的 APP 跟软体什么等等都不用。那其实很多人讲啊，如果你今天全都是苹果生态链，可能你今天很幸运啦，客户的公司全部都是苹果生态链。那有时候你可能还是要担心两边装置 OS 版本的差异，可能在会场那边 Apple TV 太旧，或者说你要连上要连到他们企业里面的内网。那甚至像我们以前公司啊，就算你两个装置都连到企业内网，它还是没有办法直接 AirPlay 过去。那或者你也可能碰到网络不稳定的问题。那更不用提到啊，如果你要用有线连接的话，有时候这个插头它的连接不稳定啊，线可能有耗损，那常常也会有一些相容性的问题。尤其你今天是要连到 iPad、iPhone、Android 这种只有 Type-C 接口的装置，基本上他们现场可能也不一定会有转接头。但我觉得 Casemate 4K 就完全打破这个限制，插上去不挑装置直接开始播放。那简易性、稳定度、解析度，我觉得它表现都很好，所以我才会那么推荐给大家使用。那我觉得其实也不只是投影简报，像我们常常要出国出差嘛，那如果你到饭店要接上它的电视，有一个大荧幕可以让工作起来更方便的话，像比如说剪辑要一个很大荧幕的时间轴，那我就把它当成延伸荧幕来做行动办公，也是一个很方便的方式。你马上多了一块大荧幕可以使用。那甚至是我今天想要轻便，我带一个 iPad 出去，那 iPad 现在都有那个智慧键盘还有轨迹板，那也是直接把它传送出去就可以开始工作。所以我会觉得带着这一组出门工作或者出国出差，会让我觉得很有安全感。好，那我们今天产品就先介绍到这边。那大家有什么相关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在留言区问我们。那我们把这个产品的资讯会放在资讯栏跟留言区置顶。那大家如果对这个产品有兴趣，我相信蛮多人都会用得到的哈，那就记得再去购买。OK， 那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见，拜。